欢迎和感谢大家来到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主要是关于来自日本的一些医疗知识和相关于心理健康的信息。如果你受益于我的视频，请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会及时找到我了。心理学家研究发现，清晨就是我们每天醒来以后的一大早，应该做什么或者不应该做什么，是直接影响决定了接下来这一整天的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质量。所以呢，今天要介绍的是日本的精神心理学家Daigo特选的5种最差的、清晨最不应该做的，可又往往每个人都在做，最应该改正的不良活动。让我们一起来学会科学的杜绝这些负面的焦虑，不让它不知不觉地影响了我们每天的情绪。这5个坏习惯很可能已经在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可我们却一点也不知道。现在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特选的这第1个最不良影响的活动是清晨，也就是一天的最开始，什么还没做呢，就开始进行负能量的预想。比如今天一整天都要做这件事儿，太麻烦了，好烦人呐，太累了。我的老板或者是某一个同事，我太不想见他了，等等。唉声叹气的做这些清晨负能量的预想行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成果呢，发现人类的智商，就是我们常说的 IQ， 想提高是很难的。可是因为某一个因素，尤其是情绪因素，却非常容易降低我们的智商。负面的情绪和焦虑很容易使大脑的功能低下，也增加学习和工作中出错的频率。在焦虑的时候，每个人都会 IQ 降低，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几乎都经历过的。说那时候我太不冷静了，做出了太愚蠢的事，我怎么会做那么傻的事呢？等等。第2个不应该做的事呢，是醒来立刻喝咖啡。很多人都说，清晨我醒不透，我要喝一杯咖啡来提提神儿，再起床。其实呢，这是一个错误的行动，因为咖啡因摄取的时点就是 timing 特别重要，或者说是很讲究的。研究提示呢，醒来以后60到90分钟以后再喝咖啡比较好，因为人体在清晨醒来的几分钟以内会自动产生大量的应激激素皮质醇来迎接新的一天，所以这时候呢，实际上是不需要咖啡因的。相反呢，咖啡因可能带来心跳、心慌等等，是身体不适的感觉。第3个呢，是要避免低蛋白的早餐。我们有太多的家庭的早餐呢，都是低蛋白早餐，比如早餐只吃果酱三明治，或者是一个面包什么的。有一项实验，用一组有35克蛋白质的早餐和另一组只有15克蛋白质早餐的2个组对照研究发现，蛋白质少的这一组呢，它接下来的一天里呢，大脑会有更高的糖质和脂质的需求。这组呢，不仅更容易带来像肥胖这样的不健康的隐患。我们知道，大脑对糖质是有成瘾性的，越吃越想吃，而糖脂呢，摄取太多反而会降低工作和学习效率。所以即便是你很忙，要到便利店去买早餐，那也要买高蛋白的早餐，比如3个鸡蛋就非常好。研究已经表明，高蛋白替代碳水化合物的早餐可以大量的减少热量摄取，减少体脂肪的蓄积等等，有很多利于健康的地方。第4个呢，就是乘电车或者是开车上班这件事儿。加拿大温哥华大学的研究发现呢，越是长时间的乘电车或者是开长距离的车上班，越会使清晨的焦虑增加。而且研究发现，这个来自早上通勤方式的焦虑，甚至会提高离婚率，增加肥胖的几率，增加不眠症的发病，
就是更容易造成失眠。所以研究表明，长时间乘电车和开长时间的车通勤都不是好方式。这项研究呢，提倡用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很多研究呢还指出，骑自行车上班呢，也可以减少癌症、心脏疾患的发病，体脂肪率的降低，和与它相关的疾病呢也会减少。而且太多的研究都证明，清晨的焦虑度和一天的幸福度是成反比的。即便是下午和傍晚没有什么焦虑，都经历快乐的事，但是单单清晨的焦虑会使幸福度大幅度降低。所以可以考虑一下离公司近一些的地方居住，让骑自行车上班成为可能。第5个禁忌呢，是清晨不要做太简单的工作。很多人都有用清晨的大好时光去查邮件、回邮件，或者打扫房间什么的习惯。北海道大学等等很多医学研究发现，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就是 HPA 这个神经内分泌的轴系统，关联着人体的消化、免疫、心情、情绪、能量储存、消耗等等功能，还掌管着重要的急性心理应急反应。研究发现 HPA 轴的工作呢，是在随着一天内的时间不同而发生改变的。HPA 轴在上午呢会很好的工作，到了下午或者是晚上就开始消极怠工了。这就是为什么重要的事情呢，那些比较耗能的、需要一些紧张度的工作，要放在清晨和上午来完成。我们身体的 HPA 轴在清晨自动预备了应急处理工作的机制，那就不难理解，如果清晨的大好时光用作处理负面情绪，就会适得其反；而做简单的事儿呢，就会太浪费。如果把重要的事放在下午和晚上做，会降低效率的，对吗？好，如果你受益于我的视频，请不要忘记为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并转发给需要的家人和朋友们。如果你打开小铃铛，就可以在更新频道的第一时间收到信息。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非常感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